好。好了吗？是蚂蚁兽，食蚁兽啊，食蚁兽啊，先把那个剪了，感觉很准的样子。然后话不多说，我们马上开喝。都是自费的。大家都知道，最近湾区新开了很多奶茶店，对，然后国内有很多牌子都引进来，比如说喜茶啊，然后一方是老牌子，对吧？然后 Sunrise 也好两三年了。这个 Molly 也是新开的嘛，在小红书特别火。对，超级火。我们会发现最近在搜有没有一些新的这个品牌、新的奶茶可以去尝试，然后就会发现喜茶也来了，这个 Molly Tea 也来了，然后就想说，哎，我们今天可以从奶茶入手聊聊品牌吧，怎么样去做一个这个 visual communication 去吸引我们的这个用户，可能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方向。这个是设计在生活中的一个具象化的体现吧。你看到不同的品牌，看到不同的设计，给你带来不同的感受或者共鸣。从生活中去找到灵感，融入在我们工作上面，这个是比较好的一个方向。然后话不多说，我们马上开喝。都是自费的。对，喝奶茶是主要的，评价是次要的。就是真的想要去做一个品牌分析，但我觉得我们也没有什么 data 或者也没有什么特别。不，这是一场完全主观的一个评判。我们也没有我们不代表任何数据，也没有得到品牌的赞助。如果有品牌想要合作，我觉得还是可以的。把这个赞助的广告位打在这里。记得把 QR code 放在下面。Arrow 先选 ，Arrow 带哪个？这是茉莉奶白。我觉得他们品牌做的很用心的是，他们每一款口味都会有自己不一样的杯子，你从杯子的外面就可以看出来这个是什么口味的。所以它叫白蓝。对，这一杯是白蓝。我看你还带了袋子来，对吗？对，你点外卖的话，它会配这个保温的袋子。还蛮少女心的。而且它有中文，就是它中文有放在主要的位置上。但背面好像是英文吧？我看背面它都是中英对照。对，两面都是中英。包括它的杯子上好像也是。字体我觉得选的也挺好看。这个字体很好看，有一种那种雕刻的感觉，不知道大家能看清吗？对，就比较东方的感觉。对，其实你摸上去它还是凹进去的，它是蛮有质感的这个。对啊，我觉得 Molly Tea 应该是在这个杯子上花了蛮多钱的。我记得之前去上一些字体课的时候，就会讲，比方说，字体的一个工艺以及它的成本。它做的比较好的是，就是它的这个选的是 all caps， 然后 all caps 的话，我觉得跟中文的这个有衬线字体其实会比较搭。all caps 会有一种比较 serious 感觉，或者说有一个 big announcement 那种感觉，所以他会觉得这个品牌是有分量感的。然后一般我们用 lower case 去做，比如说Tag 公司很多用 lower case 字体，因为那个就比较 friendly， 然后比较 welcoming 的感觉。我觉得就是用 all caps 用的好的话，是很出效果的。如果用的因为字体没选的契合度很高的话，会觉得有点不搭，有点 low 的感觉。所以我觉得这点上他做的还不错。不过他这个是确实成本还是花了一定成本在里面，因为这要做单独的模具。是的，是的，而且它字的上面都是感觉这种拉丝银，对吧？它那个应该就是那个模具本身。所以你觉得为什么奶茶的品牌会愿意花这么多代价来做这些品牌？因为这是一个快消品，就是一个吸引眼球。因为其实奶茶品类上做出区别，或者做出特点，现在这个时代来讲会很难，或者说其实它的差异性不会特别大，而且迭代的速度也很快。其实跟 digital 这个产品是一样的，它的这个本身的框架、产品的这个成本，包括类别，其实我觉得它的起点会低一些。但所以你要想通过各种方式去占据各种市场，而且我觉得尤其是这种实体店，因为奶茶大部分是靠实体店，对，那么实体店本身它的一个品牌效应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部分，包括各个行业的实体店，都需要自己的一个品牌呈现。奶茶作为一个快消品牌，
其实有2个方向，因为我之前做 freelancer 也给几个奶茶店做品牌，他们很有趣的是3个奶茶品牌策略都不同。第一个是主打就是说选址，就这个店它可能在品牌上花的精力和时间都不会很多，但是他会花时间在选这个离哪个学校更近，有的是想做大学城的，大学边上的一个客户群体，有的想做高中。那做高中的他可能就把这个价设的低一点，所以他自然也不会想在品牌上花太大的成本，因为这一类的客户群体他更看重就是我是不是 affordable， 我能买得起，就可能说这个选址吧，离我近不近，对吧？Teenager 肯定有这个，相对有的有门禁啦，或者说这种自己的课程安排啊等等。但你说做大学城附近，那他们大学生的 budget 可能自己的收入就会多点，还会做一些这个 part time 工作啊等等。那他们可能会追求一些比较个性化的，会比较可能 social media 玩的也会比较多啊。我觉得 Sunrise 有一个比较有意思，就是它会跟各种游戏去合作。像目前是跟这个游戏合作，虽然我没有玩过，但我看到这是一个手游。最早之前就是前阵子那个米哈游很火的时候他跟米哈游也做合作，会跟每个 character 然后印这个 sticker 啊，游戏里也会给一些这个 rewarding 的东西。我觉得 Sunrise 本身的品牌也还不能说是那种非常精致，像我觉得像毛利 T 和喜茶，它在这个品牌上还是会比较中式一点。但是 Sunrise 我觉得非常快消，非常美式，就是说它的品牌很 straightforward， 就是黄色又是一个我觉得非常很亮眼的颜色了。我觉得就是也是对自己的客户群体的把控很精准。像回到你刚刚说这个问题，我觉得品牌对于一些快消的产品，无论是实体的还是线上的，我觉得都能够起到个性化的一个 personalized 的一个作用。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必须的，但是确实你得有 budget， 要 commit 这个成本，而且这个成本的花销可能我觉得是有回报，也可能没有起到它的作用。所以我觉得这个市场调研在这一块来讲还是很重要。对，因为我会觉得就是品牌包装，尤其包装的这个投入，你这个 ROI 啊各方面是很难去衡量的，然后你也不太好去量化，可能就真的是看这个奶茶本身它注不注重品牌，就是其实我觉得跟其他的一些品牌也是相似的，就是它可能会，比方说我在品牌上要投资多少，包括我前一阵子看到一个还蛮有意思的一个数据其实再去看以往的公司，大部分公司在 rebrand 之后都不会得到很好的提升。你换一个 branding， 对公司可能还某种程度上是一个伤害。现在有一个 social media 上很有趣的意思，就是越出名的公司或者餐饮品牌换了一个 branding 之后，大家第一反应是一个想要去做这个 before and now 的一个 comparison， 然后会去吐槽，你这个做的是哪里不好啊，其实人有一部分是不喜欢改变的，但是现在的时代是一个倍速的这种变化和前进，所以其实就是你不得不去适应这种变化。那品牌本身也是我听到了很多的一个声音，就是当出现了一个新的事物或者新的品牌、新的形象出现的时候，大家的第一个感觉就是去做比较，就是去 critique， 就是 critique 很大比例上可能是一个60%都是说去找哪里不如以前好。当一个品牌去 rebranding 的时候，应该说为什么还是有很多公司要去做这个事情？这个我觉得要讲的就是说，这个品牌想给大众去传达的声音，是他主动的一个声音，一个出发点，是跟着他的公司的策略、产品的策略去走的。比如说做餐饮行业，奶茶也是，那我们的奶茶主打的是什么？我们的 story 是什么？是你主动去 tell 你的 audience， 你的客户群体的。所以这是一个由内而外的一个自发过程。那不管它的，我们说做产品的更新，做品牌的更新，市场 campaign 的一个尝试吧，不管有多大的风险，还是要去做。这个原因就在于，
总要有一个先驱者，或者说你总要先迈出那第一步之后，我们才能知道这个市场的反应是什么。品牌的更新，某种程度来讲，也是你的公司想要去寻求变化，寻求一个开拓市场的第一步。大家其实真正的不会去 care 说，我们这个第一步走的是不是一定很好，我们的收益会不会很好。我为什么也比较感兴趣品牌，或者说我觉得品牌给我带来的一个成就感，就是说你再去做一个尝试，你再去想要为改变这个现状去做一个这个不同，那最终它走到哪里，结果可能我不知道，但是我很enjoy这个过程，最终它给你带来了一个新的一个体验，这个东西是很不一样的。就像做产品，我们开发了一个 feature， 帮助到了大家所以我觉得做餐饮来讲还是做 tech 的品牌来讲，都还蛮觉得说一个变化其实是一个大的 challenge，同时也是一个机会。我觉得其实喜茶跟茉莉两个品牌吧，他们走的路线就是非常的不一样。喜茶它现在其实有点像，我不只在卖饮品了，卖更多是周边的东西。它跟各个艺术家或者是品牌合作的时候，他们会卖很多周边。有很多人可能就是为了周边而买它的喝的东西。你刚刚说到一个点，我觉得也很特别的，就是 location 的问题。你怎么会选择在一个地方开店？但我觉得他们的策略可能会着重于自己的品牌上面嘛，就是我要输出一个什么样的概念，跟大学城的那些店会不一样，就是我选一个比较方便客流量很多的地方，它是用自己本身的品牌价值去吸引更多的客人。我觉得这就很明显的凸显出来他们对于自己的品牌的价值。对，我觉得尤其这个 location 跟每一个市场影响都挺大。就是说品牌做出海就近几个月非常多出海的公司很多的情况下，我觉得可能湾区也是个比较特殊的地方成本很高，所以说每一个品牌想来这里市场拓广的话也会很谨慎但我觉得 LA 比较多，纽约那边也会比较多尤其在加州吧，每个品牌做市场推广的时候还是要看看这个 ROI 怎么样而且还要看看说近期的这个 location 的竞品有哪些。我觉得像你刚刚说那个地方可能非常的不好，很不便捷，但那个地方我觉得可能像它的那个品牌投入程度，别的奶茶品牌应该是比不上的。而且我觉得不光是选址吧，包括店内的装修对，还有风格其实也看到这几年的一个趋势嘛，就是好像大家店内的装修越来越卷。包括我觉得那个吃茶3000，我觉得它里面有很多茶叶茶罐的那种装修。他们好像还有一个品茶的体验，是走另外一个不一样的路线。还有一个万波，我觉得万波就可能我这个人虽然会看品牌，但是我还挺在意那个茶味浓不浓。但是像刚阿布提到了一个，就是我就想可能这时候想喝个茶，然后正好看到了这个游戏里或者合作的这个品牌有一个什么样的周边，我就买了。但我觉得其实很多人就是可能不太在意味道，或者说没有那么在意，但这个时候有一个契机，就像一个广告植入一样，我被看到了，看到这个品牌我就去买了。奶茶餐饮的这种合作还是蛮能起到这种市场效应的。我记得我来美国最早喝的奶茶是那个牌子叫什么？我搜一下。我后来比较火的那个是 Boba Guys，当时是亚裔创始人他们自己做的，当时还蛮火，就是它的那个 logo 和视觉形象很不一样，是一个食蚁兽那个食蚁兽我当时去三藩的那个奥克兰动物园看，我也是第一次看，我说哇，这个很神奇的一个动物，结果他们就用了那个 logo，我觉得挺新颖的。很有名的一个老品牌应该是天人茗茶，他们也是主打茶叶。天人茗茶，对，这是我来美国喝的是吗？就是他去他家，我记得就是卖茶叶，还有卖一些中药，是不是？好像有点，好像有一个。对，是吗？我还没喝过。对，就是我刚刚就是想找，因为当时我在芝加哥嘛，然后也没有别的店，是唯一一家卖奶茶的店，有一点点像药铺，但是它
也有茶叶，一罐的一罐一罐的茶叶，它也卖茶叶，也卖一点点中药的这种感觉啊，是吗？这个氛围特别的不一样。感觉是很好莱坞 classic 那种中国形象。那我们说下一杯吧，下一杯是喜茶。喜茶我来说吧，我跟喜茶还挺有故事的。第一家店应该是开在北京的三里屯儿，应该啊，我有点不确定。我当时正好在北京，我记得当时就有新闻，那个时候大家还用微博比较多，微博上就有新闻，就是喜茶排队很多人嘛，居然有黄牛在卖那个喜茶的排队的号，就有点像医院的排队的那个黄牛号。十年前还是多少，我有点忘记了，反正快10年前吧。我当时正好是去逛街吧，路过了喜茶的店。我当时都没看出来那是一个奶茶店，因为之前那个在喜茶之前的奶茶店没有它那个装修风格，它那装修风格很白，银色底，然后白色的 logo。我当时觉得这是什么？这是一个苹果店吗？还是什么？就是那种风格，比较科技风。大家可以看到，现在喜茶反倒是上面多了很多这种小插图，但是它其实之前是完全这种。金属的简单的线条啊，就是它这个是它原始的那个 branding 的感觉。其实我觉得有一个小细节我还是蛮喜欢，就是它的杯子上面是圆的，然后下面是这种倒角的方的。我很喜欢的，有时候看一些设计，就是看到details，就是比方说corner radius 啊，或者是它的一些倒角啊，我会觉得这个设计还蛮有意思。对，但是说实话，我不是很爱喝喜茶。我记得我第一次喝喜茶，大概是它开店已经1年多以后了，那个时候就已经不是很火了。第一次喝好像是在798，就是那个艺术中心，没有人排队，因为我不喜欢花那么长的时间就为了喝一杯奶茶。正好那家店没有那么多人排队，然后我去买了一杯，它好像最有名的好像就是这杯吧，就是葡萄味的这个，这是葡萄。我当时也喝的这个。已经快10年前了。有一个细节是喜茶，它这个你下单的标签上面它会有一个2维码，就是会引导你去它的 app 里面。你觉得这个细节蛮好的，因为它的 size 也是 customized， 所以一般品牌很少在这个上面会花精力，我觉得。对。我还蛮好奇，就是因为相对来说 boba 就是在亚洲火的嘛。那其实，在亚洲的这种迭代，或者是在国内的一个迭代是什么样子？每一个季度都要研发新品，就是不仅是 branding， 就是品类上面也要研发新品。不管是像跟咖啡的这个品牌一样，现在咖啡品牌一般就是说，因为它的花样没有饮品这么多嘛，所以可能是价格在或者是视觉品牌上会调性上会做很多，但是在奶茶领域里面，我觉得这个样式可以研究的比较多。然后呢，为什么 Moletive 它的每一个品类跟包装、跟视觉还都结合起来了？所以这个还是觉得蛮聪明的做法。我觉得国内还有一点，我这次回去就会发现有各种各样的品牌，有的品牌其实是一个公司旗下的。我看到最有意思的是家居行业也是，一个公司底下有几个品牌。高端的，然后低端的，或者说针对人群也不同。包括在美国，就最近有一个，大家都会过节日送礼嘛，送那个拼接的那种玩具，那个也是从国内的过来的。但他们国内的公司就是国内有2个品牌，美国有2个品牌，在美国的实体店又是另一个品牌方向。所以其实大家会觉得品牌代表一个trending，品牌代表一个新事物的出现，所以为什么品牌的迭代会很多？像在日本还有在台湾，我觉得这2个地方的品牌的迭代，让我看到说有通过快速迭代而存活的，也有是专门做精的。那我觉得可能，比如说是一方我觉得可能它你评价一下一方吧。评价一方，它的水果茶是比较出名的，所以它主打的，你看它的这个 logo 啊，包括一些插画上面，它其实只放的是水果。像我之前说，每个品牌会有个主打的方向，那你的视觉呈现、品牌策略其实都是 aligned 的，所以它在这点上我觉得一直都很好，而且它的 logo 就是一方水果茶所以说它在这市场上可以不用通过迭代品牌形象来存活，就是因为它的定位很准，品牌的更新与否，或者说它的
成功率吧，我觉得或者成功与否一定要是基于你的品牌的策略和你的视觉形象是不是一直都一致。如果说我是主打水果茶，然后我不停的做的是像跟游戏品牌去合作，那你这个方向就我觉得会有点 weird， 就是一般水果茶跟游戏就是这个有点接不上，对吧？那你说Sunrise 它就是一个很活力的，主打一个很阳光的。很有朝气的这种感觉，那他的客户群体也是年轻人，那他再去卖就是跟游戏相关的周边啊，或者是做一些这种合作，就很 make sense， 然后吸引的客户也会很多。一到夏天，或者是那种学校的节假日，一天我那天问了，能卖得上1000杯，就一家店。一般你像日本城原来的 T4， 湾区还有个 T4 嘛，这也是很老派的，就是他在樱花节那天最多也就卖300-400杯。但Sunrise的话，在一个不是 city 的情况下，在一个居民区的这么一个 Prada 里面，能一天卖那么多杯，我觉得就说明这个肯定是品牌加策略结合的很成功的一个案例。对，其实我发现一方的这个吸管是最朴素的，其他的管就是要么有颜色啊，要么就环保管啊。这个茉莉缇还是3瓶管，3瓶管也是那个谁带起来对吧？霸王茶姬。其实我觉得一方虽然就是很朴素，但是还蛮耐看的。我觉得如果这4杯加一起的话，我还蛮好奇的，就是你们怎么看这么多品牌？它这个品牌的这个包装有多少% 影响你消费的这个欲